无极宫天生万象，各有其时。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非人力可为。志气白，手气黑，为天下事。为天下事，常德不特，富贵与无极。如一味执着，必然会拔苗助长，好高骛远，到头来必为所累，一事无成。太乙玄门剑，自张真人始，自成一体。剑法共计108式，但大凡化剑，虽功法越高，则剑士越少。金光真人练到极致，只有6招，而我费尽1世心血，也勉强剩下4招，无法参悟。相传，当年张真人50之后，只留下2世，而100年之责，止于1世。曰道法自然，是为大成。所谓青龙出海，势难挡；拨云见日，定乾坤。犀牛望月，显灵机；百元攀枝，藏奥妙。这总纲，你须牢牢记住。告诉你多少遍了，遇到这种情形，醒了也要装睡。不长记性，那就是不装睡，那也得装出个虚弱，要打消敌人对你的戒备之心。要注意观察，抓好时机再出手，这样你才有可能逃脱。爷爷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这下手也太重了吧！我是你亲孙女。叫你长点记性。我记住了，我保证下次一定从你的手上逃出去。没出息。
至少下次不能让爷爷再抓到你，才算你有长进。哦，有道理。老头儿，你酒洒了。爷爷，从现在起，你就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爷爷，犯了错，就该受罚，禁足。也是我平日里对你疏于管教，把你给惯上了天。我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。没做坏事，要不是你瞎胡闹，那玉晶能跑到丹房去？那是他自己要去的，又不是我让他去的。还嘴硬！他自己。那偷吃狼梅的，有没有你？哇，这你都知道。爷爷，巧儿知道错了。爷爷，你让巧儿就出去一会儿，我去看一眼玉晶，我就回来，就看一眼。我看完我马上就回来领罚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惹祸。那玉晶是武当的人，自然有掌门和师傅罚他。他可是吃了4颗红丸呐！你说什么？4颗红丸？他吃了4颗红丸，那可是会死人的，怎么还能罚他呢？你看我干嘛？爷爷呀，是在逗你呢。哼，老头，这种事情是能开玩笑的事情吗？爷爷告诉你呀，吴相掌门呐，已经为玉晶疏通了内力，让他养上去了。真的？哎，这回不用担心了吧？哎。您打探了那么多消息，您辛苦了，喝口酒吧。爷爷，我可不可以去看一眼玉晶啊？就看一眼。想都别想。不看就不看嘛，那么凶干嘛？太极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天人原本就是一体，正可谓人身小天地，天地大人身。我把玉晶托付给你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。
于晏，于晏，我答应你。于晏，你干什么？你又来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没时间跟你猜谜。上次你出身已经被发现了，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正在招放贾红丸的人。你知道那不是我。那你来干什么？蓝玉京这小子不能够留，是个大麻烦。趁着现在红丸的药性发作，以此为掩护，就把他给除掉。不行，我知道你下不了这个狠心，我来呀，我去。且不说我答应过他母亲，就以我俩现在的关系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胡作非为，他就是我儿子。你有这个命吗？别自作多情了。姑娘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再纠缠我了，行不行？什么叫纠缠啊？谁纠缠谁了？我们两个今天是应该做个了断。好，我们一起离开武当山，到了外面，我一定想方设法让你取代唐二的位置。唐二？是。不瞒你说，这红丸是他要的。你和唐二？我跟他没什么，只是偶尔帮他办点事而已。走，走啊！哎呀，快点！哎呦，干嘛呀？哎呀，瞧你紧张兮兮的干什么呀？松手啊！我不。哎呀，别看你平常对我冷冰冰的，其实啊，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快走吧。就冲你这一点，就值得我在心里给你留个位置。人家跟唐二只是逢场作戏，你不要吃醋嘛。有人来了，快走吧。我走了。师叔啊，
无极宫天生万象，各有其时。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非人力可为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事。为天下事，常德不特，富贵与无极。如一味执着，必然会拔苗助长，好高骛远，到头来必为所累，一事无成。太乙玄门剑，自张真人始，自成一体。剑法共计108式，但大凡化剑，虽功法越高，则剑士越少。金光真人练到极致，只有6招，而我费尽1世心血，也勉强剩下4招，无法参悟。相传，当年张真人50之后，只留下2式，而100年之责，止于1式。曰道法自然，是为大成。所谓青龙出海，势难挡；拨云见日，定乾坤。犀牛望月，显灵机；百元攀枝，藏奥妙。这总纲，你须牢牢记住。师祖，究竟如何才能算终极之剑呢？所谓大凡化简，乃是殊途同归。一个道字，便是终极。而武当剑法，也正是如此。传说，到了最后，仅仅剩下2招，一阴一阳。而据我推测，武当一剑的终极，乃是要达到一阴一阳归一之境。师祖，您看我行吗？道法自然。掌门，郑大侠回来了。师弟，师兄，有新消息了吗？果不出你所料，红丸之事
并非全貌。这件事不仅关系到武林，更加关系到朝廷，派系倾轧。看来这件事，咱们武当真的是被人利用了。如今中原内乱，纷争不断，而在关外，听说努尔哈赤不断招兵买马，重金纳贤，已不可同日而语，大有与我朝廷分庭抗礼之势。如此，进兵进关，也就是时间早晚罢了。因此，我怀疑洪婉之事，其幕后指使。无量天尊，朝廷视我武当为国教圣地，而我武当在关内又是举足轻重的大派。武当若乱，则天下武林则乱；武当若亡，我大明江山。师兄，那您打算如何应对？你随我来。今日之武当，于外于内，皆难理出头绪。我身为掌门，却无力回天，唯有把武当今后之事托付给你了。师兄啊，如此重托，铁岗如何担当？连日来，武当发生了很多的变故。不过，也正是这番变故，我发现了一人。蓝玉京，正是。这孩子来历不凡，天资聪慧，只是有些顽劣。但经过洪婉之事，必会有大改观。若不出我所料，此子今后必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啊！师弟，哎，随我而来。写信之人叫霍不陀，写给耿京师的。你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交给京儿，让他知道自己的父母真正的死因。师兄放心，太乙玄门剑法，正是。这是我武当先辈用智慧所创作的秘籍呀。今天我都交付于你，代为保管。还有这把无刃古剑，自古只在历代掌门间交接传递，外人可是从没有见过。早有耳闻，想不到真有此物。别说是你，就是我，也是第二次见他。传说此剑，但凡适逢盛世，便可束之高阁。权当
镇派之宝，遭逢大乱，即可出鞘。此剑出鞘，即为征兆，当可号令天下武林，长枪短刀，共赴杀敌。此等圣物，真的是难得一见呐。可惜魏兄，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今日，我将古剑与秘籍交付于你，但有朝一日，你寻得贤德之人，待魏兄而传之。传承之事，必须由掌门亲自完成啊！你我都是武当之人，为了武当的未来，何分你我？唉，想不到我武当竟落到如此境地。师弟，我武当历代都经历过浩劫，哪一个掌门没经历过磨难？若这把古剑有口能言，他也会做出如此决定啊！师弟，师弟，师兄，我此二物，你好生保管，等有朝一日得贤德之人，再传递我武当香火。师兄，铁刚定不辱使命。义父，那什么声音？你接着练，不要偷懒，我去就会。哦。快出来！出来！想我了吗？我可想你了。今天不错呀，表现很好，知情识趣。废话少说，有事快讲。不齐，跟我走。朝廷要问罪武当了，这一门快完蛋了，你还留在这干什么？跟我走吧。妖言惑众，我会害你吗？难道我骗你？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又能躲开蓝玉京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们重新生活，这不好吗？啊！要是再纠缠我，来呀！来呀！我等很久了。不敢呢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懦弱，那么死脑筋呢？你迟早要死在这武当山上。傻瓜！义父，是谁在笑？是一个疯子，啊？已经被我赶跑了。你接着练吧。哦。不齐道长，不齐道长，不齐道长。何事？传掌门令，本派全员移驻乡内齐聚紫霄宫。义父，齐聚紫霄宫，一定是出了大事，我也要去。掌门特调弟子转告道长，蓝师兄身体有恙，可不必参会。我知道了，
你去吧。是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今令本派齐聚紫霄宫，有2件要事宣布。武当弟子蓝玉京行事莽撞，屡犯门规，现在已酿成大错。即日起，将蓝玉京逐出山门。好的好啊，出山门不至于这么严重吧？就应该这么罚。是。即日起，蓝玉京不得再入武当之门，派级暂留于弟子名册，以观后效。无量，你这处罚过于严苛，我无色不服。这武当山的戒律又不是我无量定的，我这是秉公执法。你尖牙利嘴，假公济私。来，不用多说。我这道理都在这拳脚之中，你可敢来一问？呵呵，好啊，我倒是要知道这其中有何道理。来，你2人要干什么？还是我武当弟子吗？一切按律就办。以儆效尤。身为掌门，我对此事有失察之过，亦当受罚。从即日起，由无量暂时管理武当事务，待我出关后，择日另选有德者传位于他。掌门，万万不可呀！我意已决，勿需多言。贫道在闭关修炼之时，你们不得打扰。其虽为吴相的关门大弟子，但懦弱窝囊，尤其是18年前杀死耿敬氏夫妇之后，他日夜煎熬，立场总与心性相违背，行事优柔寡断。大人的意思是，你多花些心思，好好拉拢他，大可令其为我所用。此人性格优柔寡断，的确好控制。你先试他口气，再做定夺。遵命。
义父，你回来了。师祖说什么了吗？他可曾当众训斥我呀？别瞎想了，他让你好好养身体，好好习武。师祖当真没有怪我？是不是见下什么责罚了？义父，孩儿这回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，这次甘愿领受责罚，真的。好了，知错就好。不闻爷爷。师祖爷爷要见我。不闻爷爷，师祖爷爷不是在玉虚宫吗？哦。静儿，师祖，你怎么了？莫非是为了给我疗伤，消耗过大？无法，无法。孙儿谢过师祖爷爷救命之恩。起来，起来，静儿到这儿来。告诉爷爷，我们武当弟子习武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光耀门派。啊，行侠仗义。好，爷爷今日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尽情的施展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师祖爷爷，您允许我使用武当剑法？那得看你能不能够通过考试了。哎，好。静儿啊，你就和不闻道长比试剑法。这，如果你赢了他，以后山门规矩就不会约束你。这不可以！不闻爷爷他不会剑法，跟他比剑，这不欺负人吗？你放心吧。不闻道长虽然不常习武，可他见得可多了。这一招一式的较量，你未必能赢得了他呀。行，那便来吧。不闻爷爷，你可要小心了啊！哎，我这还没出手，怎么就被打跑了？
很好，停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咱们先回去休息。走吧，走。青莲，今天练得不错，谢谢师傅。回去以后再熟悉熟悉剑法啊。好。咱们还是别用剑了吧。静儿，啊，拿起你的剑。哎，波爷爷，来吧。不问爷爷，原来你才是高手啊！哎，你看，那不是那个剑痴吗？对呀。南姑娘，东方大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昆仑派玄真子之徒东方亮，第20次前来武当挑战。你看，那个剑痴又来挑战了。可是，挑战不是1年1次吗？那是我父辈的事。老四，就。行了，行了，徒儿们，别看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哇，波爷爷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我真没想到你武功那么高啊！哎，就刚才那一下，啪啪就把手啪的一下给打掉了。你教教我行吗，波爷爷？静儿啊，你知道，爷爷向来是赏罚分明。你要是赢了，自有奖励；可你输了，就逃不过责罚呀。甘愿受罚。武当苏家弟子蓝玉京，弟子在。自你加入本派不齐道人门下习武以来，每日习武从不认真，所练剑术上百处都是错误。你有辱我武当的名声，还有你心性自有顽劣，竟然偷吃红丸，酿成大错。今日爷爷要以掌门的身份将你逐出山门，不得再回武当。且慢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先问一下他的名号，咱们不是认识他吗？那也得按规矩办事。来者何人？你笑什么？此乃清修之地，不得无礼。昆仑派弟子，玄真子之徒东方亮，第20次前来挑战武当，请贵派应战。我这名号已报过，为何还不速速放行？本派今日闭门谢客。闭门谢客？莫非是出了什么事？无可奉告。我还从未见过你们武当山门竟有这种阵仗。此乃本派私事，外人不必过问。
师祖，孙儿知错了，那禁闭窟我去就是了。啊，别说3天，哪怕关我1年都行。起来，去和你的师兄弟道个别。师祖，不文爷爷，不文爷爷，你帮我求求清醒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求求清醒吧，不文爷爷，求求你了。师祖，师祖，我求求你了。静儿，起来。爷老要是真生气了，罚我便是，何苦要逐我出武当啊？玉京自小就在武当了，这6年有义父，我离不开武当啊。拿着，师祖，这是给你的东西。下山以后再打开。玄武令牌好生保管，你得随身带着。无极功心法上部亦少回。记住，无论武当发生何事，不许再回武当。师祖，记住了没有？去吧。或许父之所以，父兮我之所伏。数之其极，有一论天道，有一论劫数。师叔，我弟弟玉京呢？他进去拜会掌门了。那我在这儿等他吧。好。他们在此所为何事？这个东方亮又来挑战了。在下牟一羽，敢问这位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蓝水莲，家世不讳。请问姑娘在此所为何事？我找我弟弟。我是来挑战武当的，你们到底有人应战没有？敢问阁下是从哪座山来的？姓甚名谁？
昆仑山，东方亮。哦，原来是东方家的公子，西门家的侄儿，西门家的外甥。既然是西门牧的外甥，那在下就陪你切磋切磋。请，请。师父，看，乾坤之下，无外乎色、阴、味，还有就是人心之得失啊。故物色令人目盲，物音令人耳聋，而无味令人口爽。驰骋田猎，猎人心发狂。难得之货，令人心放。所以说，能做到为父不为目，去彼取此，即为圣人。非也。圣人，你是从凡人而来。世间法有云：人就是佛。就是佛祖未觉之时，亦是凡人。之虽说是佛法，但佛道同源。佛理即是道理。看来还有两下子。承让。没想到这牟一羽年纪轻轻，功夫还真是了得呀！你这不是武当剑法，只要能赢你，就是武当剑法。他是中州大侠牟苍浪之子，自小便有名师教授，不波都不是他的对手。教主，牟一羽，住手！少主，主人让我接你回去。你这么多次来挑战武当，也没看出你有什么本事。是在下输了，告辞。还记得当年为何给你起
不齐这个名号吗？弟子记得，心中有主宰，其路任由之，无色复无相，何悔复何疑？无色复无相，那个是佛道最高境界。要达到此境界，谈何容易？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无论是成佛成道，都必须首先做到三戒。弟子知道，我谨记入门三戒：贪、嗔、痴。心中有主宰，其路任由之。弟子明白了，师父是恐我误入歧途。为民杂念，参无相。既然你已经明白了，就好。下去吧。弟子记住了。不齐。啊，长老。玉京可还好啊？啊，他虽然没有康复如初，但是已经没有性命之忧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不齐啊，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。来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啊。我看此事不同寻常啊。哎，不知你是否发现其中的蹊跷？玉京生性顽皮，都怪弟子管教不严。你发现玉京时，可亲眼所见其吃下红丸？长老说笑了。如果我要是亲眼所见，那必然会出手阻拦呐。哦，这红丸共有4颗，这件事情只有无相、我和无色知晓。那你是如何得知他只吃了2粒红丸呢？这是听师兄弟们在闲聊的时候说的。红丸有4颗，我看到盒子的时候，里面只有2颗，想必剩下的2颗就被玉京偷吃了。玉京偷吃红丸，必定晕厥。那这毒药又是谁放的？长老是怀疑这毒药是我放的？现在嫌疑最大的就是你。要真是你，恐怕也不敢再在这武当山了。不过什么？以你那徒弟顽劣的性格，要么吃1颗，要么4颗必然全吃，怎么偏偏只吃了2颗呢？还是长老心细呀。那也许是他抵不住药力，吃了2粒就已经昏过去了。我这都是猜测，其实我上了年纪，年老多疑，你不要见怪。不，还是长老有见识。现在呢，吴相正在闭关，一切事务由我来掌管。
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弟子生性愚钝，还望长老多指点。弟子告辞了。嗯？哎，玉静，你姐姐来找过你。哎，他怎么了？师傅不说过吗？以后不许他踏进山门一步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回来的。啊，逐出武当？稳住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吴相掌门也太狠心了吧！你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，就别惦记别人了。爷爷，你就放我去看一眼玉京好不好？说好了关3天，麻布扎好，撑过了3炷香，爷爷就给你减1天。怎么，就这么到头了？施法就是要惩戒。这惩戒，对不起。这惩戒2字，惩是手段，戒才是目的。如今巧儿已经知道错了，而且巧儿保证以后出门一定谨言慎行。爷爷，你想啊，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何必在乎手段呢？丫头，这些说辞是谁教给你的？全部都是巧儿的肺腑之言。哎呀，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乖孙女儿啊！说的有理。真的？别动，把马步扎好。我倒是要问问，这个玉京是个出了名的麻烦鬼，你为什么偏要跟他搅和在一起啊？爷爷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玉京啊，他只是看起来顽皮，其实啊，他一点都不坏。我就是看他江湖经验浅薄，想指点指点他。呵呵，指点指点。哼，你就是要找个胡闹的伴儿吧？心静如水，逆流而上，怎么逆流而上啊？还道法自然，到底是多高的境界？到底是什么呀？
水逆流而上，怎么逆流而上啊？怎么可能逆流而上啊？蓝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把衣服穿好。你的伤好了吗？啊，我没事。东方大哥，你今天在山门口有听到什么吗？你没听说吗？我弟弟玉京要被逐出武当了。但我是他姐姐，我知道红丸的事情肯定不能全怪他。算了，东方大哥，既然你的伤没有什么大碍，我就先走了。武当山那些杂毛。啊？蓝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来帮忙的。听说武当山出事了，就过来看看，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又怕不让进，就假装来挑战。可是门口那些杂毛，不是道士，他不让我进。东方大哥，你有心了。那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找玉京了。哦，哎，蓝姑娘，她帮过我。帮你？对，女儿会对歌的那天，她帮过我。你怎么知道他只吃了2颗红丸？现在最大的嫌疑就是你。给。爹，晶儿娘回来了。
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晶儿啊，武当山，咱不待了。你爹说了，咱们一家4口回神农架。啊？为什么呀？18年前你义父让我们离开神农架，如今他把你逐出师门。我蓝靠山的儿子真有骨气啊！他们不要，我们要。这武功咱不学了，跟爹回神农架。都怪孩儿不孝。傻孩子，我们一家4口在一起呀，比什么都强。等你姐回来了，我们就走啊。哎不，我还想和义父道个别。也好，那你就告诉他们去。哎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哎，娘，等我啊，别着急。哎，爹，我先去了。哎，早点回来啊。这小子不会是不辞而别了吧？这得让他义父多伤心啊！唉，我说呀，你就别吃着碗里想着锅里了。二爷啊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哼，他已经伤透姑奶奶的心了。哟，你还有心呢？二爷，你可别忘了，我费了这么多心思，是为你设的局啊。明白，我明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虽然这冤家伤了我的心，但你不能动他。我知道。哎，你说这小子不会只顾着伤心不来了吧？这有什么好伤心的？都是行走江湖的人，走南闯北的，哼，离了武当山还活不了了。你一个没宗没派行走江湖的，不懂这些。二爷，我好歹跟了你这么久了，也算是唐门的人了吧？嗯。他来了，我去了。嘘，不想死就别出声。我带你去看场好戏。走，走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为我去偷了红丸，就证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但是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当初躲在这山上18年，就是为了这个黄毛小子。好，现在这个小子已经长大了，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些都不用你管了。我欠他们耿家一条命，我留在武当山，就为了还这条命。哎呦，讲得太动听，太好了，天真！你还他，用什么还？啊，你还故意教那个黄毛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剑法？你想干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你是不是害怕他终有一天会杀了你？你给我闭嘴！郑堂，你一直在骗我，你一直恨我是吧？来呀，来呀！我等这一天等很久了，来呀！滚！滚！快滚！我滚？我怎么舍得滚呢？我都离不开你。我要是真能死在你手里，我此生无憾。
你骗我！晶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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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？显然是他听到了你们俩的谈话，急火攻心，这才晕过去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晶儿，晶儿。哎，你。怎么样？是你把他带到这儿的？算是吧。可我又怎么知道你跟我的舞娘在私会呢？这孩子到底怎么了？他急火攻心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掌门。哎，你疯了？你还去找掌门干什么？莫非你还想救他？当然。你真打算留着他呀？他可是已经知道是你偷的红丸，若想救他，便是你死，可得想清楚了。就是，等他醒过来，知道一切真相以后，我真怀疑，他到底还认不认你这个义父？不如我替你动手。你敢？优柔寡断呐！舞娘，我们走。哦。走。你可想好了？爷爷，你有没有觉得乔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啊？是很有道理，是吧？有道理，你怎么不放我走啊？你现在是在禁足期间，没有资格跟我讲道理。我怎么没资格了？我是你亲孙女儿。要是爷爷今天不在这里，这道理你还跟谁讲去？正巧儿，现在是时候让你学点新东西了。静儿，不管你刚才听到了什么，你都别相信。这些恩恩怨怨，义父一时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有一点你要相信，义父对你的情谊绝不散家。18年来，我待你如同己出。义父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延续你们更加的香火，也能告慰你爹娘的在天之灵。你娘玉燕是我一生的最爱，可惜被你爹耿京氏横刀夺爱了。否则的话，今天你就是我亲生儿子。可惜你不是。你爹耿京氏，他
夺走了我的幸福，他毁了我的前程，而你的存在让我惶惶不可终日，夜夜噩梦连连。难道我这一生都要毁在你们父子手上吗？绝不能这样！我要结束这一切，我必须要结束这一切。